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1 MG4 这款中华车推出的纯电休旅车，近年来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你是否好奇，为什么 MG4 能够在价格低于100万的情况下，还能取得如此亮眼的销售成绩？今年，中华车预计可以销售出1600辆 MG4， 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首先 ，MG4 的价格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电动车市场上，价格往往是消费者决定购买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MG4 以其亲民的价格定位，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这是不是意味着电动车市场正在向更加平民化的方向发展呢？其次 ，MG4 的性能表现也备受关注。MG4 不仅在续航能力上有着出色的表现，还在动力和舒适性方面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你是否知道 MG4 的电池技术在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电动车的发展方向将更多的依赖于电池技术的突破？另外，中华车在 MG4 的营销策略上也下足了功夫。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广泛的宣传， MG4 成功的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你认为营销策略在电动车销售中的重要性有多大呢？综合来看， MG4 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在性能和技术上也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中华车的营销策略也是推动 MG4 成功的重要因素。你觉得 MG4 的成功是否会引发电动车市场的新一轮竞争？未来的电动车市场又将如何发展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2锂电池因其高能量密度和长寿命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然而，近年来，锂电池引发的火灾事故频频发生，安全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你是否好奇，为什么锂电池会发生火灾？如何正确使用锂电池，确保安全呢？根据新北市土城区的一起火灾事件，3人不幸丧生，初步研判是由于锂电池充电爆炸引发的。这起事故让人们再次关注锂电池的安全使用问题。根据消防署的统计，过去2年共发生了191起锂电池火灾，主要原因包括产品瑕疵、使用不当以及摔碰撞击等。为了预防锂电池火灾，消防署提出了6点注意事项。首先，选购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锂电池产品。其次，使用前详细阅读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的内容操作。第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进行。第四，充电完成后应尽快断开电源，避免过充现象，特别是不要在睡觉时充电。第五，锂电池产品应避免摔碰、挤压及撞击。第六，携带时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防止短路。锂电池的安全使用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对公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锂电池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其安全性仍然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和保障。你是否在使用锂电池时注意到了这些安全事项？如果没有，赶紧检查一下你的使用习惯，确保安全无虞。总结来说，锂电池虽然方便，但安全使用非常重要。你觉得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锂电池的安全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吗？如何才能更好地预防锂电池火灾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和关注。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3
央行近日召开了第二季度的理监事会议，会议决定继续维持政策利率不变，但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以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现象。会议宣布将存款准备率上调 0.2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银行需要保留更多的存款以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此外，会议还决定将特定地区第二户购房贷款成数从7成下调至6成，以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为什么央行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采取这些措施呢？首先，当前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不断攀升，对经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避免出现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率来收紧市场上的流动性资金，减少银行的放贷能力，从而抑制投机行为。此外，将第二户购房贷款成数下调至6成，意味着购房者需要准备更多的自备款，这无疑会增加购房难度，从而抑制投机需求。央行的这些举措究竟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呢？在历史上，类似的政策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市场总能找到规避政策的途径；另一方面，这样的政策也可能对正常的购房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这些政策意味着什么？首先，如果你计划购买第二套房子，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你的财务规划，因为贷款成数的下调意味着你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自备。其次，存款准备率的上调可能会导致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升，这对储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贷款者来说，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贷款利率。央行的政策是否能真正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你怎么看这些措施的有效性？这些政策对你的购房计划有何影响？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Hot Search 4. 美联储 Fed 在最新的利率决策中维持了政策利率不变，保持在 5.25% 至 5.50% 的区间。这一决定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你是否好奇，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在此时保持利率不变？这一决定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美联储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鹰中偏鸽，意味着虽然保持高利率，但态度相对温和。这种政策信号传达了美联储对当前经济状况的谨慎态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表示，就业市场正在逐步平衡，通胀率也有所下降，但目前尚未有足够的信心进行降息。因此，在未来几个月，市场需要密切关注通胀和就业数据的变化。美联储的这一决定对美元的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环境，美元短期内仍然表现强劲。国泰世华银行分析认为，尽管市场对降息有所期待，但美联储的限制性利率政策和欧洲央行的降息措施，使得美元在短期内保持强势。在高利率环境下，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较为缓慢。股市虽然上涨，但主要集中在大型科技股。投资者在操作时需要谨慎，避免追高。AI 趋势有助于相关企业逐步提升获利，但整体股市的表现依然存在分化。对于债市，随着美联储维持观望态势，预期美债殖利率将保持高位震荡，投资者应以逢高锁利的策略为主。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不仅影响到金融市场，也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高利率环境下，贷款成本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消费者的支出也会受到一定限制。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规划个人财务，才能在经济波动中保持稳定？总结来说，美联储的政策对全球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未来的经济走势将如何发展？美联储是否会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也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你认为美联储的这一决定是明智之举吗？未来的经济政策又将如何演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和思考。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5. 近日，
馆长陈之汉的健身房遭到一辆货车撞击，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你是否好奇这起事件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馆长为什么会成为目标？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根据报道，馆长的健身房遭到货车撞击后，他在直播中澄清，这起事件与绿营无关。馆长表示，媒体将他的调侃话语误解为与绿营有仇，实际上他只是开玩笑地说自己曾批评过民进党。馆长认为，媒体为了制造话题和吸引点击率，故意误导公众，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这起事件的肇事者据称精神状况不好，曾经到馆长的健身房应征，但未被录取。馆长认为，法官应该对肇事者重判，如果轻判释放，可能会再次发生类似的危险行为。他还表示，如果肇事者再次撞击，他会亲自找法官输赢。这番话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关于这起事件是否存在阴谋论，馆长表示，虽然什么都可以被扯上阴谋论，但他认为这只是一起单纯的事故。经过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的协助调查，肇事者并没有什么前科，背景单纯。馆长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这起事件。综合来看，这起事件不仅反映了媒体报道的失实和公众对事件的关注，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公共人物的影响力和责任。馆长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言行不仅影响了事件的走向，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你认为媒体在报道中是否应该更加谨慎和负责任？公众人物在面对媒体时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你怎么看待这起事件？你认为媒体的报道是否有失公允？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的误导和误解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和思考。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